美国的对华关税行动即将到期，拜登急于同中国通话，此举是否意味着美国想求中国帮忙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期，美国政府正在为是否取消特朗普任内对中国实施的一部分关税措施而苦恼。无论从应对美国高通胀的角度看，还是从解决中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这些关税措施已经毫无意义。但是，美国如果自己主动取消了，好像又有些放不下面子。要注意，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两项行动将分别于今年7月6日和8月23日到期。拜登在日前表示，计划与中国领导人对话，这被外界看来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又一个契机。中美领导人上一次进行视频通话是在8月13日，当时拜登提醒中国不要为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协助。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美国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这无助于美国在乌克兰方向正面临着更大的失败。现在的问题是，拜登急于同中国进行高层会谈，又想干什么呢？我们不妨猜一猜。第一，美国有取消对华关税的压力，但是想找个台阶下。由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最后证明不是中国离不开美国，而是美国更离不开中国。所以，当美国因为其国内的通胀问题想要取消对华关税时，自然也希望中国对应的取消对美国产品增加的关税。现在主动权恐怕不在美国这边了，中国也可以取消，也可以不取消，就看美国对中国能不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诚意了。第二，美国在乌克兰方面正面临着战略失败，需要与中国达成新的共识。不管美国当初如何看待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中立态度，现在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现实：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没有成功，对乌军的援助也无法改变俄乌冲突的结局，所以美国可能退而求其次，希望与中国达成共同面对俄乌冲突长期化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共识。第三，美国想与中国竞争，又担心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不可控的事件。别看拜登咋咋呼呼的，其实要比某些人更担心台海会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大陆不断地在台海问题上向美国发出警告，为此美国必须听进去，以便为中美关系画上护栏。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在台海问题上有所收敛。第四，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改善的进度不满，但是呢，又想把责任推给中国。过去拜登往往会表现得对华更友好一些，但是实际改善中美关系的相关部门又不推进具体的工作，甚至呢还不断地通过对华制裁法案来展示其强硬。美国对新疆产品的制裁刚刚生效，充分证明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矛盾。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真的在乎美国的制裁吗？美国制裁中国芯片，结果全球成长最快的20家芯片公司有19家来自中国。最终，美国人会发现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美国制裁新疆产品，最终也会推升美国的通胀。第五，拜登呢想通过表达一点对华强硬来为其中期选举拉票，不过这恐怕也是一厢情愿而已。总体来看，拜登在美国国内矛盾集中爆发的情况下，急着与中国高层对话，其实是有求于中国的因素更多一点，但是又因为面子问题，不得不表达一些对华强硬。中美竞争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到了美国需要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